大家好，我是米克瑞，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所以美国总统大选结束了，然后因为我毕竟是个在美国留学的留学生，所以我觉得我也来讲一下我对这次大选的看法好了。那其实我是蛮难过川普当选的，当然我并没有很喜欢希拉蕊，但是川普的很多言论，我觉得跟我的价值观是深深的抵触。但我觉得令人难过的是，不是川普当选的本身这件事，但就是有这么多人选择支持他的言论，他的这些看法，有这么多人觉得这样子讲女性，这样子讲穆斯林，这样讲墨西哥裔，这样讲华人是 OK 的，是对的，是可以被支持的。那尤其是自从他当选之后，这几天新闻上开始出现一些对于亚裔啊、对于穆斯林啊、对于拉丁裔啊、对于同志啊、对于黑人等等各种霸凌现象、各种暴力现象，这让我真的觉得，这是我当初选择来的美国吗？当初会选择来美国，毕竟还是因为我喜欢美国，然后我所知道美国是包容的，是开放的，是接受各个不同族群的，然后是很努力的去推进民主的进步等等的。但从这个选举结果出来之后，就觉得好像可能美国不是我想象的那个样子，或是我之前都只是活在同温层。毕竟我大部分资讯来自于网络或是一些主流媒体，然后我本身又住在比较主流的大城市，可能当然就会比较包容、比较开放一点。但是很多美国的中西部等等的，或是南部的州，可能其实并不是这么想。那只是很难过，是有这种想法的人，居然多出于支持包容开放的这群人，或是至少说战胜了支持包容开放的这个族群，就蛮让人觉得沮丧。那尤其我自己本身是拿学生签证在这边，川普本身又是以反移民出名的，所以我不知道我的学生签证或是之后的实习签证会不会受到影响。但就是他的当选增加很多不确定因素吧，或者是说我现在对于我自己同志的身份，或是我自己亚洲人的身份，会多了一点不安全感，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人跳出来欺负我，因为他们觉得川普当选了，然后他们的这些想法是受到支持的，或是他们是多数的，所以他们可以来侵犯少数族群了。而且尤其有趣的是，在美国黑人加上拉丁裔加上亚裔加上穆斯林的人口应该会多出白人的吧，但是整个制度是为白人设计的，所以就是白人感觉还是永远的强势的感觉，而只是现在其他裔的族群开始往上升，快要取得跟白人一样的权利或是一样的机会了，然后白人感到不安全，或者不能说全部的白人，就是一些白人，但这些一些白人就已经可以多到让美国总统大选倾向川普那边，然后让他赢得选举，就让人感到很失望吧。保守的人还是这么多，那可能会有些人说啊，反正米克瑞你又不是美国公民，你在乎美国的事情是怎么？反正之后又不一定要待在美国，就不干你的事。第一个就是我在这边当留学生，我当然还是会关心这边的事情啊，毕竟在人家领地上不关心人家的事情，这样 OK 吗？第二个部分就是，就算我不是在美国好了，全世界都在关注美国大选，为什么？因为就是现在是一个全球化的世界，尤其美国又是世界强国，它总统是谁，绝对会影响很多国家，那当然也包括台湾。第三个就是很特别的是，这次的选举牵涉到很多关于种族啊、关于男女平权啊、关于同志权益等等相关的议题，因为川普的各种言论，这三个议题本来就是我非常关注的议题，所以我当然会关注这个，毕竟川普讲的几乎都是我所反对的。那他副总统也是十分反同志权益，这是怎么能不关心呢？就算自己不是美国公民，这还是我关心的议题。但可能只能说，今天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证明了美国很大一部分人其实还是非常保守，非常不支持种族平权啊，或是女权，或是同志运动等等，算是戳破了这个泡泡，或是让我们这些生活在同温层的人见识一下这真实的世界到底长怎样，所以我们才知道还有什么去值得奋斗，去值得努力，或是去值得反抗。就像其他在美国留学生就是注重安全，毕竟自己是亚洲人，还是蛮容易成为一些人的目标的。然后，如果你不是住在美国的台湾人，那就持续关注这件事。毕竟，川普之前也曾经说过，就是台湾把美国人的工作抢走啊，或是说想要取消驻扎在日本或是南韩的一些军队等等的政策。那其实就是对亚洲来说会有蛮大影响。所以就是之后可以持续关注，毕竟国际大事嘛。那如果你对这个选举有任何看法的话，你可以留言在底下哦。然后，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的话，就给个赞吧。最后不要忘记订阅米克瑞哦，因为米克瑞每个礼拜会尽量出影片出来的 ，OK， 有时候可能会脱稿那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喽，拜拜。